第一次見面，大叔就在陌生人面前脫掉了襪子，這才看清大叔根本就沒有腳趾甲。不僅如此，他連手指甲也沒有，指甲的位置光禿禿的，地上的小東西根本撿不起来。開易拉罐是最痛苦的，更難以置信的是，他不能用玻璃杯喝水，一拿起來就會滑下去，杯子在手中反覆滑落。節目組懷疑大叔是故意的，大叔卻說自己沒有指紋，光滑的東西根本拿不住。大家一起按手印，大叔的手印模糊一片，真的看不到任何紋路。由於缺少指甲的保護，輕輕按壓手指就會帶來劇烈疼痛。然而大叔的工作卻很依賴手指，他是一名汽修工，工作需要一直動手，就連纏個线圈都會疼痛難忍，哪怕一個小小的失誤都會給他脆弱的皮膚造成不小的傷害，手上也總是傷痕累累的。因為要養活一家老小，他就這樣忍着疼痛工作了30年。醫生說他患有一種名叫大疱性表皮鬆解症的罕見疾病，由于是遺傳性的，所以沒有根治方法。其實這些大叔都無所謂，他在意的是女兒。女兒出生的時候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檢查女兒的手指，看到女兒有着正常指甲，大叔激動地哭了。他不想讓女兒承受和自己一樣的痛苦。現在大叔最喜歡做的就是幫女兒剪指甲，女兒也很懂事，每天都會幫父親包紮傷口。상처 본인 어때요? 커튼실하고 안 다치게 안 다치게大爺因為頭痛去醫院拍片，卻引起了軍事專家的注意。專家對着 X 光片測量，結果更讓他傻眼。大爺腦袋裡竟然有一顆子彈，而且是軍隊常用的 7.62 毫米子彈。子彈已經在腦袋裡存在了50多年，但大爺本人完全不記得子彈是怎麼進入頭部的。既然是軍隊常用子彈，那大爺肯定與軍隊有着某種聯繫吧。大爺說自己年輕時參過軍，打過仗，頭部也受過重傷，後來慢慢恢復了，完全不知道裡面還殘留一顆子彈。那為什麼被子彈射中，他還能活下來呢？這很不科學。專家說是有這種可能的，子彈應該屬於榴彈，也就是經過障礙物反彈的子彈，不在有效射程內，所以才沒造成重大傷害。而且子彈的位置在額葉右側，這部分沒有太多功能，這就是為什麼之前沒有明顯症狀的原因。但現在有個棘手的問題，子彈距離大腦關鍵區域只有5毫米，要想把子彈取出來，很可能會造成更大的事故。而且大爺今年70多了，暫時沒有太大問題，醫生建議保守治療，平時頭痛的話可以吃點藥。大爺也覺得，既然子彈在腦袋裡待了50年了，也不差這幾年，就讓他安靜地陪我到老吧。大媽剛從銀行取了錢，卻故意丟在了板凳上，把錢還給他。他直接把錢丟進了下水道，接着放聲大笑。看到有鏡頭在拍他，大媽神色慌張地跑開了。走訪一圈才知道，這大媽的反常行為還不止這些。附近菜市場的商販都收到過大媽送的錢，每天送2萬韓元，丟下錢就走，從不說話，真的是奇怪呀。大家在市場安裝監控，經過漫長等待，大媽終於出現了。大家偷偷跟蹤她來到銀行，只見她取完錢又隨手送給了一旁的老太太。出門後又開始給路邊的小販發錢，一出手就是3萬韓元。大家繼續跟蹤，發現大媽的迷惑行為還在繼續。在買了幾個漢堡後，她開始給身邊陌生人分享，剩下了一個，她一口沒吃，直接丟進了垃圾桶。這種種怪異舉止到底是為什麼呢？大家一路跟到了大媽家，才發現她家並不富裕，甚至還有點破。問她為啥要給別人錢，大媽卻一口否認。大家拿出拍到的送錢視頻，大媽立馬改口，說自己是奉命辦事，是山神讓她這樣做的。然後又扯了一些有的沒的，越說越離譜，看起來精神不是很正常。另外大家還發現大媽財務狀況並不好，存折上也只有7萬多韓元，甚至水電費都沒付，生活本身就很困難。大家去社區街道走訪，街道辦事處的工作人員都知道大媽情況，想要幫助她都被拒絕了。節目組覺得有必要帶大媽去醫院看看了，結果一聽去醫院，大媽直接哭了起來，說自己必須要聽山神的話，否則就會受到懲罰，讓大家不要管她。看起來病得確實不輕啊。經過連續幾天勸說，大媽同意去醫院。和心理醫生交流過程中，大媽還是不斷的胡言亂語。醫生說這就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，同時還出現了幻覺，都是由於長期缺愛導致的。之前收到過錢的商販聽說大媽的情況後，都表示要把錢還給大媽，還要給她溫暖，讓大媽感受到被愛，趕快好起來，省流。大媽得了精神分裂症，整條街只有這棵樹，每天早上都會劇烈晃動，鳥都不敢在此停留。往下一看，才發現有個大叔在瘋狂的拿頭撞樹，哐哐1分鐘就要撞60次，都撞出血了。大叔卻說這樣對身體好，腦袋鍛鍊完，肩膀也不能少，拿出藥膏隨便塗一塗就好了。這樣真的不會痛嗎？大叔輕蔑一笑，說自己已經鍛鍊5年了，還讓記者摸摸看，果然已經練就出了厚厚的老繭。大叔還一臉傲嬌勸大家不要模仿，否則很可能腦袋開花哦。這條街上的店主都說，每天都能看到大叔撞樹，就沒見過額頭不流血的時候。不過呢，還是心疼這棵樹多一點。大叔看起來一身的暴力，工作起來卻非常安靜，為啥會選擇這種奇葩的鍛鍊方式？大叔表示自己以前是拳擊手，因為比賽打得不好，
根本賺不到什麼錢。為了養家糊口，他脫下拳擊手套，拿上錘子，成為一個修鞋的。由於攤位所在區域治安很差，經常發生一些打架鬥毆的事件。為了防止別人找自己麻煩，他決心變成一個狠人，讓別人都知道自己不好惹，所以就開始了這種奇葩的鍛鍊方式。節目組決定給大叔一個驚喜，帶他來到拳擊館，面對久違的沙袋，大叔躍躍欲試，熟練地纏上繃帶，和陪練一陣切磋。畢竟久輸戰場，看得出來力不從心，但大叔還是很開心，這是自己的夢想啊。大媽端着剛熬好的牛骨湯進了廁所，直接用骨湯洗臉。她說必須要用熬了12小時的牛骨湯，這樣對皮膚才好。更誇張的還在後面，洗完臉後，她竟把生牛肉當面膜，整張臉貼滿了新鮮牛肉，血水還不停往下滴，用完也不浪費，直接吃掉。最急的人是她妹妹，認為姐姐38歲的年紀看起來像18歲，容易引來非議，而且由於常年吃生肉，去醫院檢查發現身體還發生了一個奇怪的變化，但她並不在意，反而還讓記者也試一試，拿出新鮮牛肉就往記者臉上塗，邊塗邊問記者敢不敢動，完事還讓記者嘗一口。記者含着生肉，遲遲不敢往下咽，因為每天吃新鮮牛肉開銷太大，他沒事就要去餐廳打工，這樣還可以順便吃點餐桌上的剩肉。老闆看到也不敢說什麼。下班後，他來到海鮮市場，這又要幹啥呢？只見他選了一條魚，簡單處理了一下，抱起來就啃。不一會，整條魚只剩下了骨頭。但這樣生吃真的健康嗎？大家帶他來到醫院，結果在腸道裡竟然發現了一條長達1米的絛蟲。醫生及時為他進行了驅蟲，還告誡他為了健康不能繼續生吃了，大家千萬不要模仿哦。奶奶只是吃了一勺東西，孫子卻面目猙獰地看着他，因為奶奶吃的東西實在奇葩。隨後拿出自己的假牙，在上面又擠了2道這東西，接着戴了起來，看着屬實噁心。一問才知道，這東西竟然是眼藥膏，而且奶奶已經吃了4年，她一定是對眼藥膏有什麼誤解吧？眼藥膏在她手上，除了不用在眼睛上，哪裡都能用，根本不需要唇膏和護手霜。奶奶說尤其治腳氣一絕，今天塗明天好，實在是居家必備良藥。節目組問她吃起來是啥感覺，奶奶一臉沉醉，說入口綿柔回味甘甜。吃飯時奶奶又把眼藥膏擠在假牙上，說這樣就可以啃得動骨頭，還能幫助消化。原來奶奶一直有腸胃方面的問題，也吃過一些藥，但有嚴重的副作用。後來不知道怎麼想的，吃了一次眼藥膏，結果胃裡一下就舒服了，就這樣一直吃了下來。家人都很擔心奶奶的身體健康，勸她不要再吃，但奶奶根本不聽，最後被家人帶到了醫院。檢查下來，醫生明確表示眼藥膏不是萬能的，不僅沒能幫助她，還引發了食道炎，必須停止這種行為，大家千萬不要模仿哦。大爺沒病，卻在家裡常備一箱狗皮膏藥，每天睡覺前，妻子就會幫他貼膏藥，手上、額頭各來一個，耳朵、下巴也不能少，除了眼睛，全身都貼滿了狗皮膏藥，像個木乃伊一樣。現在就可以安心睡覺了。但妻子卻說他根本就沒病，甚至比同齡人還要健康，啃骨頭比狗啃的都乾淨，下地幹活也沒有任何問題。由於身上貼滿了膏藥，太陽一曬就會變得很燙，所以不能長時間在地裡幹活。街坊鄰居都不能理解大爺的迷惑行為，而且長期貼膏藥還對皮膚造成了嚴重傷害，有些部位都出現了潰爛。檢查後發現情況更嚴重，大爺患上了接觸性皮炎，必須要停止使用膏藥。那他為啥10多年來每天堅持貼膏藥呢？經過心理諮詢，才知道原來10年前大爺不小心掉進了坑裡，過了3天3夜才被救上來。從那以後就開始做噩夢，每天都感覺有東西在身上爬。偶然貼了一次狗皮膏藥後，竟然連續2天都沒有做噩夢。從那之後就離不開膏藥了。醫生給的建議是定期來醫院做輔導，慢慢改變想法，做噩夢的情況就會得到改善。他把600斤的野豬當兒子養，會騎着野豬去買菜，速度還能調節，只要扭一下耳朵，想快就快，想慢就慢。他直接成了街上最靚的老頭。大爺還會和野豬一起睡覺，野豬每天叫他起床，熟練地打開窗戶，對着主人就是一頓殺豬叫。大爺如果想賴床的話，他會反覆開關窗戶發出噪音。看起來野豬應該是餓了。大爺起身去廁所給野豬做早餐，剛做出來的就是熱乎，野豬吃得一臉享受。野豬是他爬山時意外撿到的，當時很小一隻，很可愛，沒想到他才3歲，身長就超過了1.9米，體重也接近了600斤。不過還好，野豬很溫順，能聽懂人說話，可以和狗一樣握手。大爺可以隨時騎在他身上，不過被大爺騎久了，野豬也會調皮的想騎一下主人。大爺完全沒有招架之力，被600斤的野豬壓得死死的，差點壓出了腰間盤突出。大爺每天還會帶他去遛彎，野豬也很聽話，過馬路會跟着主人走天橋。路過一家豬肉店，他突然停了下來，奇怪，怎麼聞到了媽媽的味道？他莫名感到有一股殺氣，嚇得趕緊扭頭就走，乖乖的跟着大爺回家了。最後和大爺來個親親，就可以安心的睡覺了。這樣的寵物你想養一隻嗎？這隻狗每天坐公交車去找女朋友，只見它熟練的上車，和司機打過招呼後，瘋狂的搖着尾巴來到後排。大家都認識它，很多人坐車就為了看它一眼，找了個靠窗的空位坐下。如果說有老年人的話，它還會主動讓座。看着窗外的風景，突然變得多愁善感起來。
有好幾個地方我還沒尿過呢。他知道什麼時候下車，會提前來到司機旁邊，搖搖尾巴，再叫2聲示意下車。下車後來到一家餐廳，一進門就開始撒嬌，原來這是他的家。主人說有次他2天都沒回家，於是就去外面找，找了好久都沒找到。沒想到的是，剛走到公交站牌，卻看到他從公交車上跑了下來，也不知道他跟誰學的。主人說這樣也挺好，自己遛自己很省心。吃飽喝足的狗狗躺在爐子旁睡着了，一覺醒來就想要出去玩。主人解開鏈子，他立馬跑到路邊等公交車。大家決定跟着他，想看看他每天跑出去到底在做什麼。只見他下車後穿過一片樹林，來到了一個小亭子，一隻捲毛狗高興地迎了上來。原來這就是他每天約會的女朋友，沒想到女朋友還是混血的，體格比他大了1圈，但這不重要，小別勝新婚。2隻狗緊緊抱在了一起。零下10度的天氣，大媽卻開着22台風扇，一開就是24小時，還說不開就會死。房間內外到處都是攝像頭，大媽就這樣整晚守着監控。問他為什麼這樣做，他說家裡有毒氣，風扇呢可以讓他避免受到傷害，說整個房子都會泄露毒氣，尤其是地板和牆壁之間，把縫隙堵上後，味道呢反而越來越大。說着呢就掀開了地板，地板上呢還真看到了一些熏紅的痕跡。怕大家不信，他突然又打開了監控，說之前就看到有人騎着摩托車用針頭往他家注入氣體，牆上的洞就是證據，他會及時把洞堵上，但很快呢又會出現新的洞，看起來好像真的有這麼一回事。隨後大家決定去問問鄰居是否經歷過類似的事情，結果鄰居表示確實見過騎摩托的人，但從來沒聞到過奇怪的味道。大媽則表示這個很明顯就是衝他來的，至於為什麼偏偏要害他，大媽也不知道，但這可苦了大媽了，經常被熏得睡不着，久而久之呢患上了神經衰弱，甚至只能吃藥才能入睡。這樣痛苦的生活已經持續了2年半。然而記者在他家卻始終沒有聞到任何奇怪的味道。為了緩解他的焦慮，節目組請來專家，大媽表示最嚴重的地方就是閣樓。專家檢測一番，還真發現了異常，確實有非常微量的煤氣泄漏，不過呢可以忽略不計，但並沒有任何其他有毒氣體。專家換上更精準的儀器，也沒有檢測到任何有害气體。大媽卻表示自己不相信儀器，說自己的鼻子是最靈的。沒辦法了，大家提議今晚跟大媽一起住，不開風扇看會不會被毒死。結果一覺醒來，大媽神清氣爽，表示昨晚確實沒有聞到毒氣，而且呢睡得很香。她擔心大家走了之後毒氣又會重新襲來，看起來大媽確實病得不輕。雖然兒子之前建議她接受治療，大媽卻說自己沒瘋也沒病，還生氣地認為兒子不信任她。經過節目組不屑的勸說，大媽終於同意去看醫生。通過一系列檢查，醫生表示這個就是常見的妄想症而已，可能是由於丈夫和大兒子的意外去世，對她造成了嚴重打擊，悲傷過度導致的。而且呢，之前和養雞場的人發生過矛盾，所以才開始懷疑養雞場要害她。經過長期的心理治療，現在大媽表示已經聞不到什麼毒氣了。最後呢，把風扇都去掉了，現在她又可以享受正常的生活了。這個健身器材會自己運動，周圍沒有人，也沒有一絲風，它卻持續擺動了30分鐘，仿佛有人在上面鍛鍊一樣。旁邊還經常出現一隻黑貓，黑貓死死地盯着健身器材，器材一動，黑貓就叫，看起來非常瘆人。詭異的現象一直持續到清晨，雖然漫步機已經停止了擺動，但手臂健身器又開始自己轉圈，周圍依舊沒人，也沒風。工作人員壯着膽子來到旁邊，突然就感到一陣寒意襲來，健身器依然我行我素，轉個不停。很明顯啊，這鬼不怕生。有個工作人員不信邪，直接站上器材運動起來，一切都很正常。等他下來後，器材竟然持續擺動了1小時，難道一切都是因為慣性的原因？之前的小姐姐半信半疑的站上器材，運動起來真的好絲滑。節目組又把手臂健身器做了個對比，用相同力氣轉動健身器，這個問題器材比其他的整整多轉了半個小時。這時公園的管理員大爺來了，說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，這是前幾天新安裝的，塗抹了過量的潤滑油，所以比較絲滑，只要輕輕一晃就可以持續擺動很久，並不是什麼超自然現象。健身器材很可能就是這只黑猫晃動的，這個問題算是解決了。然而下面这家發生的事就多少有點詭異了。他在牆上不能掛任何小孩的照片，只要一掛上就會被牆壁震掉，就好像裡面有人在敲牆。每過5分鐘，牆裡還會發出奇怪的聲音，小孩每天都會被嚇哭。最近還變得越來越離譜，不僅牆會響，地板也開始震動，尤其到了晚上，聲音更誇張，弄得一家人都無法睡覺，甚至到了只有吃藥才能睡覺的地步。主人說已經有3年沒能好好睡覺了，他們把家裡能發出聲音的設備都拆了，聲音依然沒有停止。奇怪的是，鄰居家卻從來沒有聽過這種聲音。鄰居懷疑會不會牆裡藏了什麼東西，因為實在找不到原因，他們不得不往那方面想。工作人員趴在牆上等待聲音出現。뭐야 이거 뭐야?
聲音遠比想象的大。節目組猜測會不會是建築工地的聲音，但他家附近並沒有施工現場，鍋爐和水箱也檢查過，沒有任何問題。就在這時，專家發現樓下的水表管道有問題，一旦過水，水管就會震動。專家關閉了水管，果然聲音都沒再出現。接着再次打開水管，聲音再次出現。專家解釋說，聲音就是水壓造成的，水壓衝擊使得管道震動，然後又引起了牆壁震動，進而產生了聲音。隨後改裝了管道，一切恢復了正常。好了，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半夜去廁所，馬桶裡總會出現沒有沖的尿，但主人每次上完廁所都會隨手沖馬桶，而且家裡就他一個人，這就很詭異了。房子呢還是租的，才住進來半年而已，當時的租金還很便宜，他懷疑自己租到了凶宅，難不成家裡真的有別的東西？主人現在怕得很，半夜都不敢上廁所，只能憋到天亮。天亮後來到廁所，又出現了沒有沖的尿，看尿的顏色，這東西啊還有點上火。主人決定豁出去了，在廁所安裝了監控，終於找到了罪魁禍首，竟然是他家的貓。猫难道會上廁所？主人說等他上廁所你就知道了。等了好久，貓咪都沒有要上廁所的意思，倒是主人來了尿意，剛來到廁所，貓咪就跟了過來，直接跳上了馬桶，像人一樣蹲在那裡開始釋放，表情十分嚴肅。主人還說自己從來沒有訓練過它，那它為啥會在馬桶上廁所？專家說貓喜歡模仿主人的行為，如果你們關係很好，貓會表現得像人一樣，以此來得到更多喜愛，這樣一來就說得通了。小貓就是主人收養的流浪貓，之前主人上廁所，貓就會蹲在廁所裡仔細觀察，現在呢，如果廁所門關了，貓還會叫個不停。為了方便它上廁所，主人決定以後就不關廁所門了，如果它能出馬桶的話就更好了。无獨有偶，下面這件灵異事件也和貓有關。他把風油精塗在眼睛上，一天就要用掉1瓶，邊塗還邊笑，說塗完神清氣爽。大叔隨身都帶着2瓶，家裡到處都是風油精，看電視的時候塗，開車的時候塗，半夜也要塗1次。最急的人是他老婆，怕他塗死了，而他自己卻說自己根本離不開風油精。這又是為啥？他也不解釋啊，反而變本加厲，覺得塗眼睛上不過癮了，直接用風油精洗臉，看樣子也不錯，洗完精神抖擻。那他到底為啥要塗風油精？真的是奇怪。周圍人也是看得一臉懵逼，真的不會疼嗎？旁邊的大叔決定試一試，結果直呼辣眼睛。這時啊，他終於說出了塗風油精的原因。原來大叔之前眼睛受了傷，什麼都看不清，偶然用了1次風油精，竟然能看清楚了。從那之後就離不開風油精了。但風油精真的有那麼神奇的功效嗎？醫生猜測，在風油精的刺激下，大叔眼淚分泌旺盛，使得眼睛非常濕潤，這可能是幫他看清楚的原因。但風油精對眼睛有非常大的傷害。經過檢查，大叔的眼角膜確實受到了嚴重損傷，風油精沒能治癒他，反而加重了病情，必須立即停止使用風油精，還給大叔拿了專門治療眼睛的藥物。所以說有病就要對症下藥，不要相信偏方。和他比起來，下面這位尼姑更奇葩，他把洗衣液塗滿全身，每天都要塗好幾次，一天就要用掉3瓶。诵經累了就要往身上涂洗衣液，外面散步的时候要涂一涂，工作時也要涂，總之不允許身上有乾燥的地方。就連洗澡都是用洗衣液，先往盆裡倒入滿1瓶，蹲在盆裡就洗了起來，洗衣液直接成了他的沐浴露，家裡還存了上百箱的洗衣液。然而這僅僅只是1個月的量，他1年內用掉的洗衣液足夠別人洗17年的衣服。更奇葩的是，他洗衣服呢卻從來不用洗衣液，還說用洗衣液洗衣服就是浪費。節目組很擔心他，而他自己卻說正是洗衣液救了他的命。這又是為啥？原來啊，去年他遭遇了入室搶劫，受了嚴重的外傷，雖然恢復了健康，但皮膚依然瘙癢不斷。有天實在痛到無法忍受，莫名其妙塗了一點洗衣液，沒想到皮膚一下就不癢了，還治好了自己的腳氣，從此就一直使用洗衣液了。節目組還是擔心他的健康，帶他來到醫院檢查，醫生說傷口愈合的時候癢一點是正常的，但由於洗衣液的刺激，他的皮膚變得很乾燥，還得了皮炎，必須停止使用洗衣液。他也很聽話，回家就把洗衣液都丟了，用上了正規的護膚品。和他一樣有奇怪癖好的還有下面這位奶奶，她把凡士林涂在眼睛上，每天用1盒，已經這樣做了30年，涂完還要做眼部運動，耳朵後面脖子上也不能掃，再挖上一大勺涂在膝蓋上，說可以治感冒，腳上也不能掃，據說治腳氣一絕。肚子疼呢就涂在肚脐眼裡，手上有傷口也可以用，還說能加快傷口愈合。凡士林在他這裡可以說是包治百病，一天就要塗3次，家裡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凡士林。醫生說雖然凡士林有滋潤皮膚的效果，但是要適量。奶奶呢卻什麼話都聽不進去，因為她認為自己親身體驗過凡士林的神奇效果。奶奶出門可以不帶錢包，但不能不帶凡士林。來到公園就開始鍛鍊，爬上爬下，看起來身體確實很靈活。這還沒完，奶奶還展示了自己的絕活劈叉。要知道奶奶今年已經80了，然而她的迷惑行為還不止這些。晚上睡覺前會拿2個木棍在身上來回敲打，說可以疏通經脈。為了健康，她把大部分時間都拿來鍛鍊身體。那她現在情況如何？醫生檢查過後說奶奶的眼睛出現了角膜發炎，不能再往眼睛上塗凡士林了。凡士林帶給奶奶的只是一種心理安慰，對健康并没有什麼好處，運動才是她保持健康的最大原因。好了，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
監控每天都能拍到一個神秘物體，通體白色，還帶2個小翅膀，一閃而過，速度極快。剛開始呢，工廠保安認為是塑料袋之類的東西，但每天都出現就很不正常了。員工在監控附近找了半天，都沒有看到任何塑料袋，詭異的現象不斷出現。工廠另一個監控也拍到了奇怪畫面，有一束強光射在地面上，好像是外星飛碟在盤旋，同時還能聽到狗在大叫。出來呢，卻什麼都沒有看到，光束只能被監控拍到。這件事很快驚動了工廠老闆娘，老闆娘呢是個文化人，她才不信什麼飛碟之類的，讓員工用紙飛機模擬白色物體，在監控前丟出紙飛機，監控顯示紙飛機全身也發着光，和剛開始拍到的物體很像。哎，這就對了嘛，之前的白色物體肯定也是個什麼垃圾之類的。老闆娘又讓員工用強光手電模擬光束，雖然在監控上能看到強光手電形成的光暈，但是和之前穩定的光束完全不同，無論怎樣模擬都達不到之前的光束效果。老闆娘懷疑監控設備出了問題，找來監控售後人員檢查了半天，售後卻說設備一切正常。哎，真的是奇怪。節目組又架起了多個攝像機，也拍到了神秘的光束。沒辦法了，請專家吧。專家左看右看，說這束光看起來和普通的光線不一樣，光束很穩定，不會擴散，這是地球上的光源做不到的。難道真的是外星飛碟？專家左思右想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釋，還真成了未解之謎。同樣遭遇怪異事件的還有下面這座寺廟，寺廟裡的荒廢電梯每晚都會傳來詭異的哭聲，聲音是從這個縫隙裡傳出來的，電梯底下好像住着什麼東西。師太說每次打坐念經的時候，聲音就會立馬停止，這東西好像很害怕念經，關鍵這是佛門淨地，怎麼可能會有那種東西？師太心裡還是有點怕啊，每晚都會安排人念經到天亮，這東西膽子也是越來越大。有一次師太吹口哨，他竟然還回應了起來。那會不會是小動物之類的？師太說下面全是水，不可能有動物能存活的。那這電梯下面到底是什麼？節目組決定把相機伸到下面一探究竟，左看右看，除了一灘死水，裡面啥都沒有。接着又把相機伸到水下，還是一無所獲。師太想吹口哨引起這東西的回應，這次未能如願，裡面還是靜悄悄的，實在沒辦法了。節目組決定拆電梯，還把電梯裡面的水都排空了。工作人員壯着膽子爬了下去，環顧四周沒有看到任何生物。工作人員不放棄，繼續翻找，突然一隻樹蛙跳了出來，難道聲音就是他發出來的？專家再次聽了下錄音，哎，還真是樹蛙的叫聲。之所以聲音和平時蛙叫有差別，是因為他們正處在發情期而已。解決了寺廟的問題，下邊的玩具又出現了新問題。這個玩具頻頻傳來怪聲，只要靜靜的聽，就能聽到滴答滴答的聲音。他有次還看到女兒半夜跟玩具對話，這把他嚇了一跳。女兒卻表示自己很喜歡這個玩具，真的是奇怪，一個實木玩具怎麼可能會叫？有時候主人氣不過，用力敲2下，他又會稍微消停一會兒。不過凡事要講科學，節目組用話筒錄下了這個怪聲音，找到了聲音分析專家，對錄下來的聲波進行了波長分析。專家說聲波間隔不一樣，很明顯是一種有生命的東西，應該是某種生物移動時產生的声音。哎，真是見了鬼了。主人拿的玩具又找到了一位木工，木工研究了半天，說自己沒有聽過這種聲音，這不像是木頭能發出來的。所以床裡真的有某種生物嗎？主人做了個奇葩的決定，把玩具帶到了醫院，幹嘛呢？上 CT 機。醫生們也是第一次給床做 CT， 看了半天，終於看到了一點點奇怪的地方。這個木頭邊框裡面有個3厘米的東西，經過反覆實驗觀察，醫生確定這就是一只3厘米長的蟲子，而且還發現了蟲子吃木頭的痕跡。看到這個東西，夫妻是想哭又想笑，原來都是他在搞鬼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他天生就有2個胃，一次能吃100個肉夹馍，吃自助餐盤子都能堆到天花板。老板被狠狠上了一課，但這僅僅只是開胃菜。接着來到路邊攤，又吃掉了10份烤冷麵，這屬於他的餐後甜點。這樣下來一頓午餐就算吃完了。來到公司直接衝進了廁所，還說自己消化快，一天就要拉8次，放屁都比別人臭。每天都是上班、餐館、廁所3點一線。下班後他來到一家烤肉店，先要了10斤五花肉墊墊肚子，烤到滋滋冒油，一次夾上3塊，再放上一勺芥末，一口吞了下去。很快10斤肉就進肚子了，現在感覺有6分飽了。回家又做了一份辣醬拌飯，還加了1管芥末，說自己完全感覺不到辣。之所以這麼能吃呢，是因為自己天生有2個胃。工作人員肯定不信啊，帶他來到醫院，醫生也不信，從來沒聽說過有2個胃的人。接着給他做了胃鏡檢查，醫生的表情逐漸嚴肅起來，哎，看起來好像真的有2個胃。接着又推他照 CT， 觀察他的消化過程。當他吃下東西，胃部很快凸出來一大塊。醫生說其實他沒有2個胃，只是他長期暴飲暴食，胃被撐大了1倍而已。為了健康必須要控制飲食，小哥也表示會慢慢改变飲食習慣。之後他還做起了美食博主，給大家傳遞健康的飲食理念。和他一樣，下面這個小哥從小就與眾不同，他背上長了一顆巨大的黑痣，從脖子一直延續到後背，上面長滿了毛髮，又粗又硬。工作人員摸了摸，非常扎手。小哥說剛開始只是一個小黑點，慢慢的就長成了一大片，甚至腿上也長了大大小小的黑痣，走到哪都是別人議論的焦點，圍觀群眾都看懵了。但小哥很大方，還主動讓人摸摸看，滿足他們的好奇心。小哥認為
為自己是獨一無二的，不會刻意把黑痣隱藏起來，別人的指指點點小哥並不在意。然而小時候卻不是這樣的，上學時一直遭到同學的嘲笑，都說他是怪胎，還給他起了很多外號，這讓他很自卑。老師一直鼓勵他，既然無法改變現狀，首先自己就要接納不完美的自己，讓內心充滿正能量，不要在意別人異樣的眼光。從那之後，他會大方展示自己的與眾不同。媽媽說之前家裡窮啊，沒錢給兒子看病，錯過了最佳治療時間。不過呢，節目組就是大氣，直接帶小哥來到大醫院，醫生檢查了半天，說因為黑痣一直在生長，現在要先確定黑痣是否病變。接着一番全面檢查，醫生給出的結論是可以慢慢的逐步去除黑痣。聽到這話，小哥對生活更加充滿希望。我覺得小哥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，保持樂觀的心態最重要。然而下面這家人更生氣，他全身沒有骨頭，把手按在凳子上，他可以圍着凳子轉圈，正常人手臂只能轉200度左右，他卻能轉360度，還說一點都不疼，圓規畫圓都不用倒手，一氣呵成，洗碗也變得很方便，還上過節目，主持人都看懵了。然而他其他部位卻非常僵硬，腳踝能轉動的幅度很小，把腿繃直，雙手也夠不到地面。他覺得自己手臂沒有關節，所以才能旋轉360度。為了搞清楚怎麼回事，節目組帶他來醫院做了全面檢查。醫生說他的肩關節和肘關節活動範圍比正常人要大，骨頭並沒有什麼問題，而且這種技能好像還遺傳，他女兒也能360度轉動啊！不僅如此，他弟弟也有過人之處，弟弟天生就有個長舌頭，足足有10厘米，舌頭輕輕鬆鬆可以舔到鼻子，如果借助外力的話，甚至能夠碰到眼睛。和朋友一對比，比朋友的舌頭長2倍，吃酸奶都比別人吃得乾淨，酸奶底部被舔得乾乾淨淨，狗見了都流淚。那為什麼會有這麼長的舌頭？醫生檢查過後說，一方面是有遺傳原因，另一方面經過他長期訓練，舌頭附近的肌肉很發達，能很好的控制舌頭，經過測量足足有10厘米，好像已經打破了世界紀錄，真是奇奇怪怪的一家人。好了，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赏，大家只要看到別人摸肚子，他就會打嗝。看到電視上有人摸肚子，也會止不住的打嗝，然而摸自己肚子卻沒有任何反應。節目組覺得大姐是故意的，大姐一口否認，還說自己吃得很健康，也不喜歡喝可樂等容易打嗝的東西。問題是她在餐廳工作，顧客酒足飯飽後都會摸一下肚子，這使得她打嗝不斷，有一次還吐到了鍋裡，顧客一下子都不餓了。後來顧客都知道了她這種怪癖，還開玩笑似的當她面摸肚子。她去過很多醫院，都沒有查出任何毛病，醫生都以為大姐在開玩笑。沒辦法，大姐還嘗試每天吃消化藥，也沒有任何改善。節目組抱着一絲希望，帶她來到大醫院進行了更徹底的檢查，還是沒有發現任何問題。那現在8成就是心理問題了。經過長時間的溝通，原來啊，這個情況是5年前開始的。有一次呢，丈夫肚子痛，她幫丈夫按摩肚子，按着按着吧，自己就情不自禁的打嗝。丈夫看到大姐不停的打嗝，肚子立馬就不疼了，但大姐卻變成了這樣。醫生說，按摩過程中碰巧打嗝，丈夫肚子也碰巧好了，這讓大姐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心理暗示，反正問題不大，以後不要太在意打嗝這件事，慢慢就會變正常。然而下面這個大爺打嗝更嚴重，她一天24小時不停的打嗝，即使憋氣憋到窒息都沒有用，根本停不下來，晚上都沒辦法睡覺。這種情況已經持續了6年，頭髮都掉光了。她得了高血壓，甚至暴瘦了22斤。她嘗試了很多方法，比如抬着頭後仰，躺着喝水，一直吃檸檬，都無濟於事。有時候實在忍不了了，她會拿出一根木棍捅到喉嚨裡催吐，這樣會讓她好受一些。去過很多醫院，也沒有找到具體原因。大叔說這種情況是6年前開始的，當時母親剛去世，自己受到了很大打擊，甚至患上了抑鬱症，打嗝就從那時開始了。為了幫助他，大家帶他來到大醫院，經過內窺鏡仔細檢查，除了有一點胃炎外，看起來確實沒什麼問題。然後又推他去照 CT， 片子呢看了半天，終於發現了問題，腦膜中有一部分變得很大，壓迫到了中樞神經，進而刺激到了橫膈膜，才使得橫膈膜異常收縮，導致不斷打嗝。變大的這一部分，醫生猜測可能是腫瘤之類的，但應該是良性的，有一種藥物可以抑制它的生長。大叔的病是可以治好的。聽到這個消息，大叔激動地哭了起來。1個月後，大叔向節目組打來電話，說自己已經6天沒有打嗝了，解決了大叔的問題。下面這個大叔又遇到了同樣的問題，大叔一天要喝20瓶可樂，一口氣就能幹1瓶，家裡擺滿了各種可樂。然而喝可樂的原因竟然是為了治療打嗝。大叔飽受打嗝困擾8年了，隨時隨地都會打嗝，一旦開始就不會停止，必須要喝可樂，打嗝才會停止。但過不了多長時間又會重新打嗝，他必須不停地喝可樂，就連吃飯都沒辦法正常吞咽，剛吃2口就要去廁所吐掉，營養不良，暴瘦了幾十斤。大叔嘗試了很多方法，妻子會趁他不注意猛拍後背，捏鼻子憋氣，還嘗試過喝醋。一番測試下來，結果看來沒什麼用。大叔還聽說過一個偏方，說喝尿很管用，於是大叔決定
그냥 생각만 하고 말았어요. 번복하더라고요.大叔干活时打嗝又开始了，身边没有可乐，只能把玉米杆捅进喉咙，利用催吐来止嗝。晚上睡觉，大叔也要準備一個癢癢撓，打嗝的時候就要把它塞進嘴裡，效果不明顯的話，他會強迫自己喝高度白酒，靠着酒精的麻醉才能睡覺。來醫院做了各項檢查，沒有任何問題，醫生認為是心理問題導致的。這時啊，大叔也說出了自己的故事。原來8年前，大叔和別人有過糾紛，當時鬧得很厲害，大叔一氣之下怒火攻心，突然就開始打嗝了。最後在心理醫生的幫助下，大叔終於恢復了正常。好了，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每到凌晨3點50分，手機都會準時響起，而且手機會自己接聽電話。電話那頭一個女生一直重複說着我愛你。更奇怪的是，沒有任何通話記錄。剛開始呢，以為是手機有毛病，維修人員看了半天，卻說一切正常，這很不科學。而且手機號是自己新辦理的，除了家人，沒人知道。大媽還說之前做過噩夢，夢裡的人說要把她帶走，現在聯想起來越想越怕，甚至得了恐慌症，渾身哆嗦，要吃藥才能入睡。這詭異的現象每天上演。大叔說感覺是被什麼東西纏上了，好像是鬼的惡作劇。節目組安裝了攝像機，第二天查看錄像，手機依舊自動接聽，電話那邊還是重複一句我愛你，依舊沒有通話記錄。工作人員也覺得不可思議，突然發現手機上方一直有鬧鐘的標誌，點開一看，設置的時間就是3點50。大叔皺着眉頭一臉無辜，我不記得定過鬧鐘啊，但就算是鬧鐘的聲音也不應該是女生啊。工作人員點開鬧鐘鈴聲一聽，就是一直重複我愛你的女生語音，而且是錄制的通話聲音。工作人員認為這聲音就是大叔和妻子通話時錄下來的，聲音就是妻子的，因為錄制的聲音會發生變化，所以沒有聽出來，一切都是誤操作而已。下面小哥也遇到了類似的情況，每次經過這個天橋，他的車就會無緣無故的鳴笛，雙手根本沒按喇叭，來回多次驗證，每一次都鳴笛。晚上經過這裡，喇叭聲音還變得更大，然而其他車輛並沒有出現這種現象，這種情況只發生在小哥身上，這讓他感到害怕。有人說之前一對小情侶在天橋上吵架，男的錯手把女的推下了天橋，正好被一輛卡車撞到，當場死亡。撞人的就是這種貨車。聽完這句話，小哥當場就快嚇尿了，他的貨車就是剛買的二手車，買的時候很便宜，他還以為撿了個大漏，該不會撞死人的車就是這一輛吧？沒辦法，節目組找來專家認為是喇叭本身問題，換上了一套全新原廠喇叭後，再次開車經過這裡，喇叭還是響了起來。這就很奇怪了，他現在非常尷尬，前面堵車，正好停在天橋下面，喇叭一直響個不停，別人都以為他是傻子。專家又研究了半天，發現喇叭開關很靈敏，一些細微的電信號都會導致喇叭電路接通，初步推測可能是附近無線電干擾導致的。而且發現天橋上有類似避雷針的無線電裝置，用專業儀器測量，果然發現了很強的無線電信號，也就是這個信號導致了汽車鳴笛。那現在要做的就很簡單了，改裝整個喇叭系統就好了，解決了小哥的問題。下面這個大叔的車又遇到了新問題，每次開車經過這個收費站，導航就會離奇失靈，觸屏一點反應沒有，但是經過其他收費站卻一切正常，而且在對向車道經過這個收費站，導航工作很正常。大叔說回老家都是走這個高速，每次都會出現這種情況，持續了好幾年，好像有什麼東西試圖阻止他上高速。而且據他了解，這個收費站之前就是一片墓地越想越害怕，那會不會是這個車型的設計缺陷？節目組找來同款車型測試，開車經過這個收費站一切正常，專家猜測可能是收費站的無線電信號干擾到了導航，隨後用設備檢查附近的無線電信號，沒有任何發現，接着檢查了導航，也沒有任何問題。經過了解，大叔每次過收費站後都是直接右轉，專家決定這次在經過收費站後選擇直行的方向看看有什麼反應，沒想到直行後導航正常了。這時專家看到遠處的指示牌，瞬間恍然大悟，直接讓大叔升級導航系統，系統更新完再次經過收費站，果然就正常了。專家這時也給出了解釋，原來導航沒升級之前只能識別25個字，然而要去的地方路標指示牌上超過了25個字，導致導航無法識別，崩潰了。好了，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師。這裡的女人體重不到200斤，根本嫁不出去，瘦子在這裡會被嘲笑，只有200斤以上的才能叫美女。村裡男人的夢想就是能娶上一個200斤的老婆。採訪過程中，男人們還說出了一個流傳千年的奇怪習俗，更加震驚了節目組。這4位就是當地的女神，一個比一個胖，追求者也是一個比一個多。他們是準備競選春花的，競選春花的標準要超過200斤，他們吃完飯就要稱體重。第一位體重210斤，剛剛及格；第二位體重268斤，還不錯；第三位體重284斤，很有競爭力。然而現在的春花表示不服，小心翼翼地站上體重計，生怕把體重計踩壞。果然體重計在顯示428斤後直接黑屏。不過呢，她現在的地位還是很穩固的，在這裡只有200斤以上的才能叫美女，連這位18歲的少女體重都達到了218斤，因此還交到了男朋友，還說男朋友對自己愛到不行。出於好奇，節目組決定採訪村裡的男人，結果大家都說自己就喜歡胖的，越胖越愛，無法自拔，還說這種習俗已經傳承了1000年，胖老婆能彰顯自己的成功。
可以到處炫耀。他們這裡信奉一句話，老婆要娶胖胖的，生活才會旺旺的。採訪過程中，我們還看到了一對夫妻正在秀恩愛，男人在幫妻子摳頭皮屑，眼神中流露着對妻子的寵溺。接着我們又去了村裡有名的模範夫妻家裡，一進門就看到女人在睡覺，丈夫小心翼翼地把妻子叫醒，還貼心地給妻子塗抹爽身粉，防止起痱子。女人說結婚16年，丈夫一直都是這樣寵自己，感覺自己就像小公主一樣，還說自己結婚前瘦瘦巴巴的，一點都不好看。啥也別說了，直接上秤吧，294斤，果然是標準的美女身材。工作人員想要挑戰下，把300斤的小公主背起來，是種什麼體驗？結果呢，差點骨折。女人又向節目組展示了自己的衣服，看着異常肥大，女人卻說這是為了凸顯身材的緊身褲。接着呢，還穿了起來，看得出來確實很凸顯身材。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吃飯、睡覺、看電視，最常說的話就是飯做好了嗎？丈夫聽到就趕緊去做飯，說娶個老婆不容易，關鍵呢還娶了個這麼漂亮的，自己的老婆肯定要自己疼。女人拍着快餓扁的肚子，焦急地等待着。終於，丈夫端來了飯菜，直接端到了妻子面前，趕緊給妻子盛了一盆。妻子接過米飯，大口開造，不一會兒，一盆米飯就見了底，酒足飯飽，拍拍小肚腩，趕緊補個午覺。洗碗這種小事肯定是老公的，妻子只負責胖就行了。女人還告訴節目組自己保持身材的秘訣，那就是要多吃米飯，因為米飯屬於碳水化合物，可以很好的維持我們的身材。然後呢，就是吃完就睡。為了方便妻子出行，丈夫還貼心的打到了專屬座位，妻子艱難的爬上座位，沒成想油門踩到底，車子呢卻一動不動。丈夫把車推到平坦的路面，車子才勉強走了起來。在路上，老公洋洋得意，一直在炫耀自己的老婆。可以看到，村裡像他這樣的改裝摩托還有很多，一般呢都說明家裡有個200斤以上的老婆，這是身份的象徵，比開寶馬奔馳有面子。豪華一點的還會安裝個遮陽頂。節目組不禁感慨，難道村裡就沒有一個瘦子嗎？隨後在村裡找了半天，終於看到一個很瘦的女孩。女孩呢顯得很不自信，一打聽才知道至今没交過男朋友，成了村裡為數不多的大齡剩女。一旁的父親都愁壞了，說只要嫁出去不要彩禮，陪嫁100萬。即使這樣，仍然沒有人上門，為此他感到很自卑，可偏偏自己怎麼吃都吃不胖，為此呢還差點得抑鬱症。節目組當場做起了媒人，要給女孩介紹對象，把街邊的一個流浪漢拉了過來。流浪漢看到女孩後連连搖頭，說自己的理想型是胖胖的，說完直接轉身就走了。更讓女孩心裡不平衡的是，自己的閨蜜卻是個標準的美女，追求者眾多。這不，閨蜜剛回家，家門口就出現了3個追求者，其中一個已經追了2年。他們在門口蹲守半天，只為看閨蜜一眼。舔狗們和男孩們一直到深夜才離開，還說明天再來。看得出來，閨蜜也很享受這種眾星捧月的感覺。所以美的標準從來都不是唯一的，蘿蔔青菜各有所愛，自己喜歡最重要。每天都要喝新鮮的冰紅茶，早上起來就要去廁所接1杯，從一天喝1杯直到後來的一天5杯，已經持續喝了2年。他說每天吃的東西不一樣，紅茶的口感也不一樣，有時候鹹，有時候甜，有時候嘗起來還像香檳。最喜歡的還是上火的時候，焦黃的顏色讓他沉醉。最急的人是他女兒，怕他喝死了，而他自己卻說這是冰紅茶救了他的命。哎，這又是為啥？現在的他反而變本加厲，覺得喝着不過癮了，直接把黃色液體當牙膏用，說刷完的牙變得更白了，甚至還把液體當眼霜和爽肤水，頭髮上也能抹一抹。洗澡時把液體加在浴缸裡，洗完容光煥發，還能用液體洗眼睛、洗鼻子，據說能治療鼻炎。那他到底為啥要喝黃色液體呢？原来2年前他得了癌症，醫生說他還能活1年，於是他決定放棄化療，找到了這種治療癌症的偏方。他認為自己的做法很環保，可以循環利用，還推薦大家都試一下。但是我不建議大家模仿啊，這屬於偏方，沒有任何科學依據，大家千萬不要信。就連他女兒們也不信，勸他去醫院檢查一下，看看這黃色液體是否對癌症有效。如果真的有效，那以後就盡情喝，也不會再管你。他一聽也對啊，來到醫院一檢查，發現腫瘤擴散得更快了。很明顯，黃色液体一點作用都沒有，甚至還耽誤了病情。醫生建議立即手術切除腫瘤，最後在醫生的幫助下控制住了病情。有錢的可以喝冰紅茶，那沒錢的吃什麼呢？來看看下面這一位，他每天都來這家店白吃白喝，每次都吃同樣的食物，吃完就走，從來不付錢。然而店主卻根本不在意，想吃多少吃多少，還會給他打包一些帶走。第二天他再次出現，工作人員嘗試和他交流，他突然表現得很慌張，東西都不吃了，拿起麻袋就走。工作人員決定跟着他一探究竟，他丟下一句奇怪的話，背着麻袋走進了大山。工作人員趕緊跟了上去，問他麻袋裡裝的什麼，他還是一言不發，很快消失在了樹林中。那我們還是來問問店主是什麼情況吧。店主說5年前他開始來店裡吃飯，只點了3塊錢的炒年糕，看得出來他很窮。店主告訴他，如果餓了可以隨時來吃。沒想到第二天他真的來了。店主說自己也曾經經歷過低谷，身上1分錢沒有，覺得要幫助這些無家可歸的人。從那之後就一直給他提供免費食物，
已經持續了6年，每年提供的食物也是個不小的開支，附近店鋪老板都不能理解他的做法。1年後，節目組想要做個回訪，發現店主搬家了，但還是會給流浪人員提供免費食物，家人都很支持他的做法。我覺得天使大概也就是這樣的吧，在社會福利社的幫助下，之前的流浪漢也住進了精神病院，一切都在慢慢變好。好了，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這隻馬得了一種怪病，只要有人想騎它，它瞬間就會暈倒，因此從來沒被人騎過。就算主人想騎它，它也會立馬躺下裝死，而且演得很像，舌頭都吐了出來。入戲太深的時候，還會翻白眼。主人假裝走開，它先時不時環顧四周，偷看幾眼，確定主人走遠後，瞬間滿血復活。主人見狀直接衝了過來，不行了不行了，我又死了。如果堅持要騎它的話，它還會撒嬌打滾，接着繼續裝死，四腳朝天，造型還挺別致，那眼神就好像在說，哼，騎我是不可能騎我的，這輩子都不可能。旁邊的馬都看呆了，兄弟你在哪學的表演啊？能不能教教我啊？他的日常就是各種裝死，無論誰想騎他，只要靠近就倒下，甚至只要一抓韁繩他就倒。他裝死前還會仔細看一下周圍狀況，如果地上有石頭，他還會後退幾步再倒下。主人拿來他最愛吃的胡蘿蔔，想要測試下他到底能裝到什麼程度，把胡蘿蔔塞到他嘴裡，但他知道這個時候必須要忍住，演戲嘛就要演全套，即使口水流了一地也不能咬一口。主人被他的演技折服，走開了。我去，實在忍不住了，這也太好吃了，這演技不去演戲可惜，表演得非常有層次，可以說天生就是做演員的料。然而有一技之長的還有下面這只小豬，這只小豬會畫畫，只見它叼着畫筆對着畫板一頓筆畫，邊畫還邊扭，簡單幾筆一幅抽象畫就完成了。主人在畫上加個眼睛，立馬就變成了一只狗，另一幅畫再加2個眼睛，又變成了貓頭鷹。色彩運用非常大膽，不是大紅就是大紫，畫風放蕩不羈，所有作品都極為抽象。下面這幅就更抽象了，看了半天也看不出來是啥，畢竟是藝術嘛，看不懂的就是好的。專家都不敢相信豬竟然會畫畫，佩奇當着專家的面又創造了一幅畫，加個眼睛瞬間變成了鯨魚，不能說是很像，只能說是一模一樣。專家說不管是用色還是構圖都屬於上乘之作，忍不住大讚佩奇有天賦。但藝術創作是非常累的，每當他完成一幅作品，主人都會獎勵他幾塊紅燒肉。作為一只藝術豬，待遇就是高，主人會天天給他洗澡，還要給他按摩，看着還真有點藝術家的氣息。主人說自從發現他有繪畫天賦後，就給他準備了專門的畫板和畫筆，只要把畫筆擺在他面前，他立即就能開始創作。至今已經畫了5年時間，繪畫作品也達到了上百幅，吸引粉絲無數。主人還給佩奇辦了畫展，很多人慕名而來，都想要收藏一幅畫當藝術品，據說一幅畫就能賣到好幾萬。然而下面這只狗狗也有一項非常實用的技能，這只狗狗是個家教，會輔導主人寫作業。每次主人放學回家，它就會一動不動地站在桌子上監督，神情嚴肅的像個監考老師。狗狗尤其對數學比較在行，主人寫錯的話它還會叫。姐姐說有它陪伴，自己寫作業也不無聊，也不會想着玩手機，因為只要玩手機它就會叫。在它的監督下，自己進步很快。小白不僅會監督作業，還會監督姐姐彈鋼琴，同樣一動不動，聽得如痴如醉。做完功課呢，小白還會陪主人玩耍，勞逸結合。小白雖然只有3歲，但為這個家操碎了心。主人說對於小白會監督寫作業完全是意外發現，有一次自己着急出門，就告訴小白要看着姐姐寫作業，沒想到他真的聽懂了。從此只要女兒寫作業，他就會守在旁邊監督。主人養了3只狗，只有小白會監督女兒寫作業，讓他坐下他也不會坐，有時看着看着就困了，即使這樣他還是一動不動。主人還說小白非常聰明，還沒滿月就學會了和人握手、去馬桶上廁所、隨手關門等很多技能。最讓主人驕傲的還是他的拒食能力，東西吃到一半，主人讓停就會停下來。你想要擁有這麼一只狗狗嗎？好了，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這只狗狗看破紅塵，竟然出家當了和尚，每天跟方丈一起誦經念佛，居然還學會了打坐，露出虔誠的眼神，身體半蹲，雙手合十，不停的禱告，一坐呢就是一上午，直到念經結束，他才會把手放下來。众人都很好奇，好好的狗狗為啥會選擇出家當和尚？他能聽懂佛經嗎？一旁的方丈卻笑而不語。不僅如此，他現在連狗糧都戒了，只吃素，大白菜是他的最愛，還上過報紙，被各大媒體爭相報道，甚至有人為他寫了一本書，收穫粉絲無數，經常收到來自全世界各地的來信，信件堆滿了整個箱子，還有粉絲親自來寺廟看他。狗狗非常有禮貌，見人就作揖，連粉絲也不禁想問他到底為啥要當和尚。原來啊，狗狗之前是個花花公子，到處沾花惹草，偶然間来到寺廟，正好看到方丈在念經，一下子就被吸引了，听得如痴如醉，自此看破红塵，遁入空門。剛開始方丈以為他只是在模仿自己，但隨後幾天只要方丈誦經，他就會出現在一旁靜靜的聽，有時還看到他獨自在佛前打坐，一坐就是半天。方丈看到了他的慧根，於是收留了他，並給他取了法號悟淨。就這樣，他已經在寺廟待了3年，一旦有空就跑到佛前打坐，還真是只虔誠的狗狗。然而下面這個寺廟裡也發生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，這個韓國和尚結婚了，老婆竟然是一隻
只鴕鳥，他們不分場合的秀恩愛，鴕鳥會跟他一起念經，他還會給鴕鳥按摩，看起來非常甜蜜。外人看到這個情況都罵他花和尚，身為佛門弟子卻六根不淨，但他並不在意，還說他們上輩子就是夫妻。鴕鳥每天像狗一樣跟在和尚後面，到了和尚打坐的時間，鴕鳥就坐在門口一直看着他，眼神裡充滿愛意。而且鴕鳥只接受和尚的餵食，別人餵他吃，他會禮貌性的接過來，然後假裝不經意的吐掉。和尚撿起吐掉的樹葉再次餵他，鴕鳥直接一口吞了下去，吃得一臉滿足。很多人好奇他們是怎麼相愛的，和尚呢卻閉口不談，接着就去給鴕鳥洗澡。鴕鳥開心的搖着尾巴，腦袋來回搖晃，洗完澡呢還要給它吹乾。和尚仔細的幫他打理毛髮，偶爾還會加一點護髮素。這天和尚有急事，沒帶鴕鳥就出門了。鴕鳥發現後，生氣的張開翅膀到處尋找，時刻張望着門口，期盼和尚能早點回來。等和尚回來後，鴕鳥忍不住對他發脾氣，張大嘴巴不停的叫着。不過呢，和尚很會哄老婆，一邊拍打一邊安慰，他們很快就和好如初，緊緊的抱在了一起。原來啊，鴕鳥是他在野外发現的，當時奄奄一息，於是把他帶回寺廟悉心照顧。鴕鳥的傷勢漸漸轉好，準備將它放回山林，沒想到鴕鳥不肯離開，他們就這樣相伴了15年。和尚說鴕鳥愛上自己，可能是看中了自己的髮量，你覺得呢？白鶴殺死了自己的丈夫，卻瘋狂愛上飼養員，並成功生下了8個孩子。連飼養員都沒想過自己會和一只鶴成為夫妻。這只白鶴是被人類撫養長大的，它以為自己是人類，對同類根本沒興趣。如果公鶴靠近它，它還會發出聲音驅趕。白枕鶴屬於瀕危保護動物，為了讓它繁衍後代，動物園給它找了個丈夫，強行關在了一起。果然，包辦婚姻不可取，丈夫被它活活咬死。動物園不甘心，又給它找了第2個丈夫，結果呢，還是沒能逃過一劫。從此，白鶴成了動物園有名的黑寡婦。動物園實在沒辦法了，給它找到了現在的飼養員。剛開始白鶴不讓飼養員靠近，表現得非常有敵意，飼養員只能在幾米開外給他投食。經過每天朝夕相處，慢慢的他開始接受了飼養員，飼養員可以來到他身邊，一邊撫摸一邊餵食。但飼養員卻注意到白鶴似乎對他格外感興趣，當他倆獨處的時候，白鶴會展開翅膀對他跳舞。剛開始飼養員以為是白鶴看到自己高興，但他很快在其他白鶴夫妻中看到了同樣的跳舞行為。飼養員終於明白，這是白鶴對自己的求偶表演。白鶴把他當成了伴侶，但人怎麼能跟鶴在一起呢？飼養員也沒有多想，為了不讓白鶴失望，當他再次進行求愛表演時，飼養員會跟着一起跳。白鶴扇動翅膀，他就揮動雙臂回應，有時還會跟白鶴一起尖叫。為了表現得稱職一些，飼養員會幫他築巢，因為這是白鶴夫妻會一起做的事。白鶴對飼養員愛得深沉，就連女記者和飼養員說話，他都會吃醋，在一旁不停地示威，為了讓他繁衍後代。等白鶴再次對他進行求愛表演時，飼養員偷偷找來雄性白鶴，對他進行了人工受精，最終成功生下了寶寶。對於孵蛋的任務，白枕鶴必須夫妻一起孵，這對飼養員來說有點難度，但飼養員也不敢讓白鶴單獨孵蛋，因為白鶴一直認為自己是人類，如果孩子出生發現並不是人類，怕白鶴會崩潰。於是在白鶴生下蛋後，飼養員偷偷把蛋送到了其他白鶴夫妻窩裡，讓他們代為撫養。為了不讓白鶴傷心，他還製作了不少逼真的假蛋，讓白鶴坐在上面孵。他們於2004年相識，當時白鶴23歲，飼養員28歲，至今已經相伴了18年。白鶴一共生下了8個孩子。白鶴是一夫一妻制的動物，壽命能達到60歲。飼養員表示會一直陪白鶴走下去，這樣的承諾也算是一生一世了。大媽只是去做汗蒸，所有人都不可思議地看着她，因為她在65度的汗蒸室待了1小時，一滴汗都沒流。大媽還說自己一輩子都沒出過汗。為了驗證真假，大媽直接在33度的氣溫下跳繩半小時，接着把紙巾貼在額頭上，其他人瞬間就把紙巾浸透了。然而大媽額頭卻乾乾淨淨，果然一滴汗都沒有。大家決定把溫度升高，在屋頂鋪了一層錫紙，瞬間表面溫度就達到了45.6度。大媽二話沒說，直接躺上去。就這樣足足烤了2個小時，大媽都快被烤成了3分熟，仍然沒有出一滴汗，還說一點都不熱，甚至感覺有點冷。難道她真的不會出汗嗎？那只能使出大招了。大家帶她來做汗蒸，此时汗蒸室溫度65度。隨着時間的流逝，一旁的人早已大汗淋漓，她卻一點反應沒有，邊笑邊說：“溫度能不能再高一點？”周圍人都露出了一副沒見過世面的樣子。大媽現在唯一想做的，就想體驗下出汗是什麼感覺。隨後，醫生在大媽手心塗了一種遇水就會變紫色的液體，又撒上了一些白色粉末，接着放在烤燈下面，一直烤了30分鐘，手掌沒有任何反應。1個小時後，終於看到了變化，大媽掌紋處都變成了紫色，也就是說，大媽其實還是會出汗的，只是量比較少而已。醫生表示，出汗少並不會直接對身體造成傷害，這下大媽放心了，原來自己和正常人是一樣的。
仔細看，她的肚子可以瞬間变大3倍，疼痛隨之而来。她每天都要經歷好幾次類似生孩子的痛苦。大姐的肚子在變大之前沒有任何徵兆，剛剛還在晾衣服，突然感覺不對勁，在丈夫的幫助下躺了下來，肚子也在肉眼可見的變大，而且變得硬邦邦的。丈夫能做的只有幫她按摩一下，除此之外無能為力，只能眼看着大姐疼痛不止。經過幾分鐘的陣痛，肚子又慢慢恢復到了正常大小。可大姐還沒緩過氣來，肚子又在短短幾秒鐘之內變大，她又要經歷一次分娩的痛苦。丈夫說這樣的過程每天都要經歷6次以上。大姐平時的腰圍是77厘米，肚子變大後腰圍就成了91厘米，整整大了11厘米。然而令大姐更絕望的是，醫院根本查不出肚子變大的原因，他們甚至去了婦產科，可是醫生卻說她很健康，但是肚子变大已經嚴重影響到了生活。大姐剛在市場買完菜，回家的途中肚子變大說來就來，完全不分場合。節目組脫下外套幫大姐躺下，大姐的叫聲引來路人圍觀，路人看到這一幕也是懵的一逼。丈夫很快趕到，不停地幫大姐按摩肚子，經過長時間的折磨，肚子終於恢復了平靜。大姐精疲力盡地吐出一句話：回到家，丈夫很是心痛，看着痛苦的妻子，自己卻什麼都做不了。節目組抱着一絲希望，帶着大姐再次來到醫院，一番檢查下來，醫生對此也感到很震驚。大姐的肚子變大時，大腸也隨之擴大了10倍。生理上沒問題，那8成就是心理問題。節目組又找到心理醫生溝通下來，才知道原來大姐的前夫有家暴，這給大姐帶來嚴重的身心傷害。她把一切痛苦都藏在心裡，長期的壓抑無處釋放。和現在丈夫在一起後，生活恢復了平靜，大姐心理上的壓力在慢慢釋放，才會以肚子變大的形式體現出來。丈夫聽後很自責，認為自己沒有和妻子好好交流過，不知道妻子承受了這麼多委屈。他決定以後給大姐更多的陪伴，讓大姐釋放壓力。最後還對大姐來了個深情告白。和大姐一樣，下面這個女人的肚子也很神奇，她懷孕3天就要生了，但是她卻什麼都不知道。3天前，她因為胃痛來醫院檢查，沒成想卻檢測出了嬰兒的心跳聲。醫生說：“你這不是胃病，你要去婦產科啊，你這是懷孕要生了。”大姐聽到這個消息震驚了，這什麼情況？護士也震驚了。比大姐還震驚的是她丈夫，由於工作原因，大姐和丈夫已經分居7個月了。現在你說你懷孕要生了，所以當然是原諒她了。醫生說，其實大姐也是懷胎10個月了，只是她不知道而已。那大姐為什麼連自己懷孕都不知道？鄰居也說根本看不出她懷孕，都以為她又胖了而已。為此，大姐還跑去做了減肥按摩，就是專門按肚子的那種。該說不說，你例假總該停了吧？大姐卻說自己例假一直不規律，一直沒來例假，也沒在意，這得有多不在意啊？由於一直以為是胃病，她還買了很多治胃病的藥。現在大姐非常自責，只希望孩子能平平安安的出生。不過還好，最終大姐順利生產。不得不說，孩子有個這樣的媽，還能活下來，真的是個奇蹟。這應該就是傳說中那個萬中無一的戀物奇才吧。大姐上廁所從來不用紙，必須用紙的話，就要把用完的紙留着，下次繼續用。用完的衛生棉也要洗接着用。為了省水，馬桶要斬1天，睡覺前才會沖1次。28年來沒買過一件衣服，短褲都是30年前趁降價買的，鬆緊帶已經沒有彈性了，沒關係，用夾子夾上照樣穿。襪子都穿到脫絲了，變成了薄薄一層。短袖從小穿到大，上面全是洞。他還說希望再穿個20年。洗髮水也是各種免費試用裝。洗衣服用洗衣機就太費電了，直接把衣服泡在洗澡水裡，洗完澡順便就把衣服洗了。我覺得這樣還是浪費，應該把洗澡水收集起來冲馬桶才對嘛。家用電器都是用優惠券兌換的，為了省下每月17元的燃氣費，他把家裡燃氣停了，只要花錢一切免談。很多人覺得這樣省錢完全沒必要，你再省也買不起房子啊。人家買了市中心的房子，還還完了貸款，家具全是垃圾箱裡撿的，別人丟的瑜伽墊被他撿來當床。然而像他這樣節儉的人，卻準備請朋友來家裡做客，那自然要提前準備了。首先要打扮一下，剪個美美的髮型，剪刀還是上學時室友不要的。聽說有家店在清倉處理，他決定揮霍一次，看中了一件10塊錢的衣服，還想讓老板再打個5折，接着掏出了一堆硬幣。老板說：“我這都打5折了，要不送給你吧？”那太好了，我先把錢收起來。接下來就是給朋友準備晚餐了。只見他來到垃圾桶旁邊，好朋友要來家裡做客，他卻在垃圾桶裡找食物招待朋友。他特意來到高檔餐廳門口的垃圾桶，說這裡丟掉的食物品質好。在路人詫異的目光下，他開始採購了。你看這不就有很多新鮮的葡萄嗎？還有西紅柿，做個西紅柿炒葡萄，不錯。今天運氣也很好，還找到了一盒烤雞，看了一下生產日期，才過期6天而已，非常適合給朋友當主食。最後還找到一盒蛋糕，這下齊了，餐後甜點都有了。這時店主想要趕走他，他沒有感到一絲尷尬。他認為只要你把食物丟進垃圾桶，那就是公共財產了，自己就可以正大光明的撿。還說你們真是太浪費了，下次丟垃圾的時候能不能先給我打個電話？社交牛 C 症無疑了。
他回家後一般都是拿出食物直接開灶，但這次是招待朋友，他決定包裝下擺個盤啥的，於是把撿來的食物全部倒進鍋裡攪拌一下，一份大鍋菜就做好了，還說希望朋友會喜歡他親手撿來的食物。朋友如期而至，他先給朋友介紹了自己從垃圾桶撿來的家具，自豪地說自己從來沒買過家具。朋友都聽傻了，露出了一副沒見過世面的樣子。但更讓他們傻眼的還在後面。晚餐時間到，大姐拿出了撿來的食物，好朋友來家裡做客，他卻把從垃圾桶撿來的食物端上了餐桌，朋友根本看不出來是什麼食材，小心翼翼嘗了一口，表情複雜，又嘗了一口，直搖頭。另一個朋友說有那麼誇張嗎？一口下去一言難盡，問他食物從哪來的，大姐嘿嘿一笑，笑得朋友驚慌失措。不會吧不會吧，這也是撿的。朋友頓時腸胃翻滾，衝進了廁所。大姐貼心地說馬桶沒沖過，味兒可能有點大。這樣好了，朋友吐得更厲害了。這還沒完，大姐還要請朋友吃餐後甜點。朋友發現蛋糕已經被人咬過了一口，很明顯也是撿來的，礙於面子還是決定嘗一嘗。確實不新鮮了。朋友打開冰箱找水喝，發現冰箱鋪了一層報紙。大姐解釋說撿來的食物有的包裝比較髒，所以才鋪上了報紙。朋友一聽，那算了吧，我還是憋着回家喝吧。没一會兒朋友便離開了，以後估計不會再聯繫了。但我覺得大姐至少還挺坦誠的，其實她變得極度節儉也是有原因的。大姐說自己名牌大學畢業，本以為一輩子衣食無憂，沒想到後來竟然失業了，這讓她有了危機感，於是學會了省吃儉用的生存之道，據說每個月都能省下4000塊，房貸都還完了。現在我終於知道自己為啥沒買房子了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38度的天氣，他卻穿着2件羽絨服，揚言要挑戰2天減肥40斤，還說減肥是世界上最簡單的事。說着就打開了取暖器，在密閉的房間內開始瘋狂跳繩。現在體重192斤，目標是減到152斤。沒一會他就滿頭大汗了，但他並沒有停止，跳了整整3小時，脫掉上衣輕輕一擰，汗水差點落地成河。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已經減掉10斤了，我聽你在放狗屁。來，直接上秤，184斤。3個小時內竟然減掉了8斤，可惡，被他裝到了。他沒有休息，連口水都沒喝，接着來到健身房，穿着羽絨服跑步。周圍人聽說他要挑戰2天減肥40斤後，都感覺這人多少有點不夠頭。就這樣運動加節食24小時後，再次上秤，現在的體重減到了177斤，24小時內一共減掉了15斤。照現在的速度來看，2天減40斤感覺真的能實現啊！挑戰還在繼續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穿上羽絨服就去跑步了，還都是跑的上山路。回家後媽媽喊他吃飯，他卻在冰箱拿了2個冰塊含在嘴裡，繼續瘋狂跳繩。現在已經過去了32個小時，就要進入最後的衝刺了。結果節目組卻發現他在街邊的便利店偷偷吃烤腸，還喝了一罐可樂，看來堅持不下去了吧。他卻說無所屌味哦，不吃飽哪有力氣減肥。不過還好，回家後他繼續運動到深夜。第3天一早，挑戰時間到，他已經準備好上秤了。現在體重是166斤，也就是2天內減掉了26斤。雖然有一點打臉，但也很誇張了。他認為烤腸和可樂影響了自己，說自己最高紀錄1天減掉過30斤。記者忍不住問他，為什麼要用這種近乎自殘的方式減肥呢？他說自己曾經是一名拳擊手，拳擊比賽是分重量級的，為此進行過無數次的節食減重，知道如何快速減重和增重，還告誡大家千萬不要模仿，一般人是學不來的。可惡，又被他裝到了。他只是簡單吃個炸醬麵，所有人都驚訝地看着他，大家都覺得他有病，因為他往面裡加了一大勺白糖，又甜又鹹的口感讓他流連忘返。大爺還一本正經地表示，炸醬麵就應該是甜的才好吃，說加白糖是為了健康，這是什麼鬼道理？大爺在村裡很出名，出門前必須在兜裡裝幾十塊糖，見人第一件事就是分享糖果，自己的嘴巴永遠不會閒着，隨時隨地來一顆。他說每天都要吃60顆，可以說除了睡覺就是吃糖，但糖果只能算是開胃菜而已。又到飯點了，大爺打開了糖罐子，把滿滿1勺白糖加在米飯裡，做了個白糖拌飯，這個我覺得還是能接受的。然而接下來的操作就比較奇葩了，他連泡菜都要蘸糖吃，這誰受得了？說來也是奇怪，每天吃這麼多糖，大爺身體卻很健康，從不吃糖的妻子卻得了糖尿病，真是造化弄人啊。飯後大爺還得來一杯咖啡消消食，裡面又加了8勺糖，攪拌攪拌一飲而盡。就這種喝法，他每天都要喝5杯，算下來1周就要吃掉6斤白糖，這屬實已經在人體承受範圍之外了。妻子一直想不通，應該是老伴得糖尿病才對啊，造化真是弄人啊。話說這樣吃糖牙齒能受得了嗎？大爺輕蔑一笑，說自己的牙早就掉光了，10年前就用上了假牙，反正不是自己的牙，想怎麼吃就怎麼吃，嘿嘿。大爺說之所以吃糖都是為了健康，原來30年前他的身体出現了問題，不得不戒掉了菸酒，於是找到了糖果作為替代品。好消息是身體慢慢恢復了健康，壞消息是吃上癮了。大爺說自己吃了這麼多糖，不僅沒事反而還更有精神了，儘管已經80歲了，身體卻很健康，血糖也查了，心電圖也看了，還真沒有任何問題。
也沒有的糖尿病，就是血壓有點高。總體看來還是糖果影響的。醫生說如果能減少糖的攝入量，身體會更健康。不過這建議大爺並不接受，說自己都80了，活不了幾年了，該吃吃該喝喝，自己開心最重要。說完拨塊糖放嘴裡，瀟灑地離開了醫院。他上班要隨身帶着一管綠色調料，沒事就趕緊拿出了舔2口，說這東西能讓自己變強壯。喝水也要擠上一管，搖一搖就變成了綠色的，接着一口悶了。吃飯時他只是在海苔上放了一勺這東西，朋友們卻都避之不及，都不想吃，那只好自己吃了。看起來呢非常美味。很快老板又端上來一碟，才知道這東西原來就是芥末。老板說現在只要看見他來店裡，就要提前準備芥末。說話間，他在生魚片上又放了滿滿一勺芥末，整個吞了下去，眼睛都沒眨一下，說完全沒有感覺。朋友覺得這可能是假芥末，決定嘗一下，這也沒什麼呀，然後就這樣了。喝湯的自然也少不了芥末，那小魏挠一下就上來了。米飯也要來上滿滿一管，再加點配菜，一份綠油油的芥末拌飯就做好了。吃的那叫一個乾淨，狗見了都流淚。再後來呢，他吃的越來越離譜，直接在生肉上面抹芥末，說口感就好像冰淇淋一樣。朋友聽說他喜歡吃生肉，還特意準備了生雞肉。大叔也不客氣，擠上芥末，直接送入口中。大叔該不會是有什麼大病吧？果然，醫生說他的嗅覺功能比普通人低20%，所以他對於辛辣不敏感，而且還發現他有嚴重的胃潰瘍，再吃下去的話，就只能準備吃血了。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大姐是吃鯡魚罐頭長大的，什麼臭她就吃什麼。她嘗試過吃屎，但是不喜歡啊，因為不夠臭。臭豆腐只能算是小甜點。下水道的氣味对她來說，那就是新鮮空氣。和朋友聚餐，朋友想要挑戰一下，夾起一塊鯡魚，剛放進嘴裡就止不住的嘔吐，她卻什麼都感覺不到。不一會兒，自己就幹完了一盤鯡魚。大姐現在最愛吃的卻是鰩魚，因為鰩魚比鯡魚還臭10倍。節目組邀請了幾位鰩魚愛好者來到鰩魚發酵車間，門一打開，一股比下水道還要臭100倍的味道襲來，怎麼給你形容呢？狗聞了都嫌臭，燻得眼睛都睜不開。其他人紛紛敗下陣來，大姐卻直接貼着鰩魚聞了起來，越聞越上頭，好想吃一口。不僅如此，大姐生活中也是處處重口味，做菜要加5勺鹽，半斤辣椒面，這樣吃起來才有滋有味。那她為什麼會這樣？她卻說其實自己聞不到任何氣味，冰箱裡的食物壞沒壞，自己也無法從氣味中分辨，只能嘗了才能確定是否過期。因為聞不到任何氣味，也讓她暴露在危險中，天然氣洩漏自己也毫無察覺，食物燒焦了也不知道。節目組帶他來醫院檢查，一番檢查過後，醫生說他的嗅覺功能已經完全喪失了，味覺也在退化，這種情況是没辦法治療的。不過聞不到氣味並不完全是壞事。大姐是養老院護工，平時的工作就是幫老人換尿布之類的，因為聞不到氣味，所以工作起來很輕鬆，自己也很喜歡這份工作，把缺陷變成優勢。大姐還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。但是要說吃的奇葩，下面這個小伙表示不服。他一吃東西就會流淚，並不是辣哭的，就算吃米飯也會止不住的掉眼淚，而且只有左眼會流淚，吃飽以後就不會流淚了。而當他看電影被感動了，就換成右眼流淚了，兩隻眼睛分工明確，就很神奇。媽媽說他出生的時候就這樣，只有一隻眼睛流淚，還給節目組看了照片，但照片上明明2個眼睛都在流淚啊。媽媽說是因為他手裡還拿着零食呢，正好湊齊了一對。他說吃不同食物流淚的程度也不一樣，好吃的流淚多，口味一般的只會掉2滴意識一下，所以公司聚餐都會讓他先吃，看淚水大小判斷食物美味程度。妙啊，這種特殊技能對工作也有一些影響。他是一位歌手，在外演出化好妝後就不能吃東西了，調皮的同伴強塞給他一粒爆米花，沒一會兒眼淚就掉下來了。節目組帶他來醫院做了全面檢查，醫生說很可能是神經末梢問題，接着又對眼睛做了測試。醫生說這種病叫鱷魚的眼淚，是由於唾液神經和淚腺交織在了一起，吃東西流的淚應該是唾液，只是有點惡心而已，並不會對身體造成任何傷害。最後小哥也說不是什麼大病我就放心了，以後準備去演戲，會把缺陷變成優勢，哭戲一定會演得很好。好了，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師。这是一種比鯡魚罐頭還要臭的食物，一般人聞一下就會吐，他們呢卻愛到不行，平時都捨不得吃，只有招待客人的時候才會拿出來。記者嘗了一口，反應非常真實。這種食物呢就是藍紋奶酪，藍紋奶酪。這家意大利工廠仍然使用古法制作，能動手的盡量手動完成。每天早上農場都會送來新鮮牛奶，一開始呢就要把凝乳酶和霉菌加入牛奶中，大約20分鐘內牛奶就會變成凝乳，看起來呢像一個巨大的豆腐腦。工人用特制的工具把它分割成小塊，接着呢把這些切好的小塊裝進圓形模具中，每個桶上都有編號，這相當於它的身份證號。接着把模具放置在溫暖潮濕的環境中，每個模具每天都要來回翻轉4次，來幫助凝乳沉澱。靜置1夜後，奶酪成型，開始醃製。機器會在奶酪表面均勻撒上1層鹽，隨後呢再次送入儲藏室。儲藏室裡溫暖潮濕，這有利於奶酪中的霉菌活動。質檢員會隨機檢查發酵情況，一般經過3天左右，就需要把它們轉移到冷藏室中。
在這裡，每一塊奶酪都要被扎上百針，這是為了讓氧氣進入奶酪內部，使其長出標誌性的藍色紋理。時間是制作這道美食的關鍵。根據口感的不同，奶酪要在冷藏室待上2到3個月，直到表面發霉變臭。制卷員把洛陽鏟插入奶酪，輕輕轉動就可以把內部的奶酪帶出來。通過氣味和口感來判斷奶酪是否發酵完成。2個月的藍紋奶酪還比較柔軟，味道呢類似3天沒洗的臭襪子，一般人都比較容易接受。放置3個月的奶酪就已經變得很硬了，內部的藍色紋理清晰可見，味道呢也臭得很正宗。記者忍不住嘗了嘗。成熟的蓝紋奶酪是高檔餐廳必不可少的美食，吃面的時候來上一點，臭烘的得勁兒。這是一種用腳踩出來的酒，好不好喝全憑腳法。這個印度家庭作坊仍然使用古法釀酒工藝，生產過程呢一言难盡，竟然還需要蚂蟻的幫助。這種酒呢就是腰果酒，也叫芬尼酒，不是很乾淨，但是很香。每到腰果成熟的季節，他們每天都会去捡掉落的腰果，收集完成後需要一個個的取出種子。這種生腰果可以賣給工廠進行烘烤加工，就成了我們平時吃到的乾果。剩下的果肉呢就用來制作腰果酒。第一步榨汁，這是個體力活，需要家庭中的男性完成。大叔穿上裹滿泥浆的靴子，站在裡面就是一頓猛踩，看似杂亂無章，其實是他的獨特腳法。他的腳步又快又密，保證每一顆腰果都能充分享受到足底按摩。雨靴上的泥巴很快就被果汁洗得干干淨淨，就這樣一攪一攪，果汁混合的泥水以及汗水流進了容器裡。之前他們也嘗試過用其他方式榨汁，但最終發現還是用腳踩的好喝。其實呢，現在好多了，之前都是光腳踩，據說呢会有一種獨特的風味。为了尽可能的榨乾果汁，他們還會把果肉堆積在一起，用繩子綁起來，然後在上面壓上幾塊石頭，就這樣靜止一夜，擠出最後一滴果汁。剩餘的果肉殘渣就會拿去餵牛。收集到的果汁要先用紗布過濾一遍，去掉大塊的果肉雜質，然後呢將果汁靜置發酵2-3天，直到發黃冒泡。接着呢就到了最重要的一步，蒸餾。把發酵好的果汁倒入鍋中，鍋上面再套上一個桶，隨後呢用泥巴封口。這些泥巴也不是普通的泥巴，而是來自附近的螞蟻窩。這些泥土呢粘度大，有很好的密封性。接下來就是加熱蒸餾，這一罐大約要持續加熱8個小時。蒸汽通過管道進入裝滿水的水箱，冷卻後的蒸汽就成了酒。不過現在的酒精含量還比較低，他們會將其重新倒入鍋中，然後再蒸餾7個小時。就這樣經過多次蒸餾，就得到了腰果酒。腰果酒的酒精含量大約在40%左右。他們還會通過觀察酒花來判斷腰果酒的品質。如果氣泡很大，並且可以快速散開，就說明這次釀制的非常成功。這種酒呢在印度十分受歡迎，他們認為只有這種用腳踩出來的酒才是最好喝的，乾淨又衛生啊。大叔每次開車必須要帶上一包白色粉末，等紅綠燈就趕緊拿出來舔2口，說這東西能救命。吃飯時大叔只是喝了1碗湯，所有人都不可思議地看着他，因為他往湯裡加了滿滿1勺的白色粉末，米飯上也加了2勺，吃得津津有味。酒足飯飽喝點水，水裡竟然也加了1勺。話說這到底是啥味道呢？大叔表示非常美味，同事決定嘗一下，一口下去，差點被送走，才知道這粉末原來是味精。同事覺得他有病，怎麼會有人喜歡喝味精水呢？大叔一臉傲嬌，說那是38年前的一個夜晚，自己喝醉後，原本想去廚房弄一杯糖水，結果迷迷糊糊中錯把味精當成了白糖，沒想到卻打開了味覺新世界，徹底愛上了這種味道，每天都要吃200克，38年來一共吃掉2774公斤。大叔說自己不僅沒事，反而還更有精神了，味精甚至還救了自己的命。此話怎講？原來他患有一種叫做布爾格氏的罕見疾病，為了控制病情，他不得不截肢了手指。很多得這個病的人，過不了多久就會死，而自己20年來卻沒有事。他認為是味精救了自己，控制了病情惡化，但真的是這樣嗎？醫生給出了不同的說法，檢查發現他得了嚴重胃病，由於味精的大量攝入，還導致了糖尿病。也就是說，味精對他的病情不僅沒幫助，反而還加重了，所以他必須停止吃味精，要相信科學。大叔表示，那這樣自己的快樂就沒有了。不過為了健康，自己會慢慢戒掉味精，那就讓我們祝大叔早日康復吧。大家千萬不要模仿哦。